我是学鲁特贝鲁鲁洛。2.8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在7月1号晚上公布喽，众人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风原万叶终于复刻啦！此外还有2个花火双人组可莉和萧光的复刻，以及新的4星角色鹿野苑平藏的登场，或许是要像之前 1.6 版本一样，直接跳到 2.0 版本的样子。这次的更新情报内容和活动都非常多，也因为夏天要到了，洛洛最喜欢的金苹果海岛地图也要复刻登场了。此外也有新地图虚迷的情报，资讯量非常庞大，相关的内容洛洛这边一样也汇整了相关的懒人包，提供给没有跟到前瞻直播或是还想吸收其他补充资讯的肉肉们。若是对于角色卡池不太清楚该怎么抽取的话，洛洛也会在稍后影片中大致提供角色的定位来分析抽取建议。除了整理官方前瞻直播的懒人包以外，本次影片会将直播内容汇整成以下重点：角色卡池、新地图、新剧情、新衣装、版本活动、新 OST 与虚迷彩蛋补充。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你知道什么是原玩家吗？是没抽万叶就说万叶灵命是主 C， 还是没抽钟离就说钟离会退环境，甚至是没抽星海就说星海是观赏鱼这样的人吗？那种只会高谈阔论的原玩家我们不要当。今天洛洛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最酷最潮的原玩家。如果你的电脑设备不是很高级，想要玩 1080p 的原神，同时又不占电脑空间的话，那你一定要试试 GeForce Now 云端游戏服务。就算你是苹果系列电脑或是硬体不够好的笔电，全都没问题哦。只要你有足够的网速，你就可以透过云端直接连线运算的方式畅玩原神啦。但是每日免费方案要排队怎么办呢？使用洛洛的专属优惠码 ROLOLOVEGFN 就可以直接享有白金方案，第1个月99元啦，省下的200元拿去买空月祝福还有早呢。每次游戏时数最高6小时，还有优先排队权 ，NVIDIA 的光追技术也给你通通解锁。上面还支援1000款以上游戏，原神玩累了还可以换打个 Apex。还不知道什么是最潮的原玩家吗？赶快到 GeForce Now 上面试用看看吧。首先登场的上半卡池将会在7月13和 2.8 版本同步更新时装。在上半卡池中，除了有为风原万叶和可莉的双卡池复刻，同时有新4星角色鹿野苑平藏，而下半卡池为萧光的单走。武器池的部分，没意外的话，上半卡池应该会是苍古自由之势搭配4风原点，下半卡池也应该会搭配萧光的专武飞雷之贤阵。另外一把武器依照过往的惯例来看，很大几率会是狼墨封印剑、灼风之刃、天空系列的武器其中一把。由于这次的角色池除了鹿野苑平藏外，其他都是旧角色，相关的角色全分析影片也都出过了，所以如果有想抽的角色，建议先看过影片，了解关于角色的特性和组队是不是自己喜欢或需要的，再去考虑自己要不要抽。主 C 定位的角色都没有什么强不强，而是看自己喜不喜欢用。就像胡桃很强，但如果你不喜欢一直重击转向和压血，那你也不需要抽。风原万叶是5星风元素单手剑角色，定位为增伤辅助，其他还附带的功能有巨怪、后台挂风元素、血减韧性等等。而这个被称为夜天地的辅助，是因为搭配风套4件，还可以按照当前扩散的元素额外提供40%元素减抗。若是搭配苍古自由之势，还可以额外提供攻击力趴数加成，解锁2命可以再提供自身和大招范围内的所有角色元素精通200点。万叶初次登场的时候是远在1年前暑假的 1.6 版本，当时万叶后面接着强势人气角神里灵华，还记得当时许多人为了等灵华存了1年多的原石，也要把它抽回家。加上万叶在当时的网络社群也是不被看好，甚至还被称作小砂糖的称号。但非常多人忽略的是，万叶作为一个5星角色，其定位是不容易被4星角色抢走风采的。首先，万叶在大世界探索的体验非常好，一技能可以腾空飞起后找到适合的地点进行攀爬。其次，操作手感非常顺畅，简单搭配其他水火冰雷角色就可以玩扩散反应。用武器和命做的要求也不高，是成本极低又万用的辅助角色。另外，一技能长按也可以巨怪，同时削弱敌人的韧性。砂糖只能轻轻把敌人绊倒。另外，虽然在提供减抗和提供元素精通的部分，这2个人的功用非常像，但万叶之所以比起砂糖更强的重点在于，它所提供的是风套减抗效果之外，再提供全队元素增伤，比砂糖多给队伍1个元素伤害杯。比起砂糖单纯提升元素精通的效果不同，若是单纯看巨变反应的改电队，或是频繁触发蒸发或融化这类增幅反应队伍，其实砂糖跟万叶提供的增伤作用差不多，万叶所提供的数字会再多一点。但砂糖因为一技能可以多段的优势，所以砂糖可能比起万叶更适合放在感电队，甚至是作为感电武装的战场。所以结论就是在能吃得到元素精通的所有元素队伍中，砂糖跟万叶的作用差异不大。但
在以水火冰雷的纯色队伍中，像是雷九万般的主打纯雷伤，神鹤万星的主打冰伤，让万叶和砂糖在两者为相同元素精通和类似命座的基础素质之下，万叶可以让你的元素主 C 的元素伤害直接提升至少 1.5 倍。该原本一发蓄力射击达2万，搭配砂糖后大约来到2万2，搭配万叶后可以直接拉到3万5。这个提升效果比起钟离、班尼特这类强势辅助都还要来得更多。若是你还没有看过自己的主 C 打过超出原本上限大量的新数字记录的话，万叶绝对是你必定要入手的一支角色。也因为 1.6 版本是风元素扩散反应增强的一个版本，关于扩散反应其实也有比较深度的扩散机制和风元素的染色顺序。洛洛届时会放在万叶要复刻前的 Q&A 影片中统一跟大家解释，或是大家想更深入看满名万叶大佬的攻略文章的话，洛洛也会将影片附在下方，有兴趣的洛洛可以去拜读一下哦。可莉是5星火元素法器角色，定位为战场主 C， 满面完全体则是额外提供后台副 C 的作用。可莉在上一次复刻的时间也是去年暑假的 1.6 版本金苹果群岛初次登场之时，虽然在那时已经在可莉之后出现了强烈的火 C 胡桃，所以胡桃直接跃升升级螺旋的常用角色。因为可莉的输出方式主要以重击，同时也因为萝莉体型的关系脚程不快，若是要冲刺追怪或闪避，会影响后续要使用重击的体力，并且也很怕受到敌人重击而被击飞，因此在队伍的配置上会需要有妥善的保护，或是你可以练就走 A 和跳跃取消后摇等等的技术性操作，否则可莉在命座上是没有可以弥补这项输出体验缺陷效果的。可莉的影片洛洛先前也已经制作过了，抽取方向和一些输出手法的技巧可以参考先前 1.6 版本的可莉影片，另外也有灵命可莉通关螺旋的大佬高端操作影片，基本上抽取机没有不同，结论一样。可莉身为国民女儿，真的是洛洛觉得全原神里面最可爱的一只角色了。有财力的话，真的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一名角色。就算你现在没有什么感觉好了，假如到时候 2.8 版本金苹果群岛的活动剧情中会出现可莉的话，那你真的要小心，很可能会忍不住就想抽咯。接下来登场的是名侦探鹿野苑平藏。鹿野苑平藏是新的到期4星风元素法器角色，定位为速切输出，虽然是拿法器，但攻击方式却是类似近战法师的各种踢击和拳法，非常帅气。据直播里面所说，这些拳法是和平藏的武斗家老爹学来的。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风元素伤害，一技能点按时可以挥出风元素伤害的全集，长按蓄力时可以累积最多4层的变革伤害层数，并且可以在蓄力结束后再打出更高的风元素伤害。若伤害层数叠满4层，则可以产生更大的风元素伤害范围。Q 大招则是会腾空跳起并踢出一颗真空弹，真空弹命中敌人时会炸裂，并且产生风穴，使附近敌人被牵引和受到风元素伤害。若真空弹在命中到被附着水火冰雷的敌人时，在短暂延迟后还会再造成对应该元素的范围伤害。被动天赋效果可以使同队自己的角色冲刺体力消耗降低 20%， 以及每触发扩散反应时可以立即提升变革效果1层。此外，在一技能命中敌人时，可以给全体队员提升80点的元素精通，持续10秒。虽然基本上并不是万叶的对手，但是这样一个输出方式和手感超标新立异的角色，满命还可以在蓄力时提升爆率，满层提供爆伤加成的输出效果，也会是蛮适合萌新玩家或想抽满命的大佬入手的新玩具。搭配已经毕业的攻击趴2+2套装，或许就可以直接上场玩了。只是风男不知道为什么都好小只哦。平藏的天赋突破素材为周1、4日开放的服饰系列，盗宝团会掉落的压印，以及讨伐到期周 BOSS 霍金御界冥神命会掉落的万劫之争议。等级突破素材为无相之风会掉落的自在松石，以及一击巨蛇会掉落的符文之齿，还有到期地区在冥神岛和塔贝沙可以拾取的特产鬼兜虫，以及盗宝团会掉落的压印。鬼兜虫因为位置比较分散，想要跟跑的话，也可以参考洛洛制作过的鬼兜虫采集路线影片。萧公为5星火元素弓箭角色，定位为战场主 C， 主要的输出方式是透过搭配一技能效果之下高攻速的平 A 单体输出。由于弓箭连击攻5段，其中又以第5段伤害倍率最高，等级9的第5段倍率就可以看到比第4段高出100%，因此萧公在战场输出时要特别注意，尽量输出到第5箭。而本身萧公的攻击连段中都没有后摇，5段射完可以直接无缝继续射，输出手感就是一个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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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满命后更是可以升等成为可怕的加特林机关枪，再搭配先前的夜兰后台增伤又挂水系统输出，非常期待未来2人的搭配。但也因为萧公自身是皮薄的弓箭系角色，又要确保输出能够尽量到第5段的情况下，最好就是搭配钟离这类角色，可以让他在输出过程中即便被攻击也能够很安逸。
萧公也是被大家誉为漂浮林和雷鹰权限的克星，只要站着平 A 按攻击就好。漂浮林和雷鹰权限飞得再高，也可以被远射程的萧公渐渐命中。而关于萧公的角色全分析和组队搭配、素材搜集等等，洛洛先前也都有制作过相关的影片，可以再回去复习，或是有准备要抽的，可以提前准备相关材料。以这次 2.8 上下2个卡池的综合分析之下，万叶为辅助，萧公和可莉是主 C 位，屏障则是新的4星 C 位。而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万叶的人，辅助角在原神长期游玩下来的角色池中绝对是不会嫌多，加上万叶又是当前元素伤害增伤最多的人权卡，除非你主玩的队伍是一斗和萧为主这种不打反应的岩队和风队的话，不然推荐人人都应该至少有一只灵命万叶。万叶若是要补命多的话，2命就完全体，不需要再抽了，除非想要玩万叶主 C 才会考虑抽到6命。专武的部分也是，若在你有2命的情况下，但是还在用体风刺的话，也可以考虑抽参骨自由之势。零精炼的效果下，可以额外提供全队半个攻击倍的效果；满精炼的参骨自由之势就大概率是提供1个攻击倍的效果，非常好用的辅助单手剑。当然，如果真的只想用万叶的下位替代，也还有砂糖可以用。但是当你在神机螺旋需要2名风系工具人的时候，那只有练砂糖的情况下就会有点头痛了。加上这次抽万叶的同时，也可以把新的4星角色屏障抽回家。从 PV 的片段来看，真的是输出方式很好玩的快乐风男。想要抽满命屏障的话，没有万叶的人大概率抽到2命时，屏障也4到6命了。萌新圈主 C 的情况下，也可以先用屏障加万叶来探索大世界哦。而可莉和萧公的部分，因为2个人都是火系主 C， 伤害倍率也都不错，只是差在输出手法的不同，一个是重击，一个是平 A 输出，一个是萝莉，一个是少女，2个都很香。真的有兴趣就去看角色分析影片，看自己喜不喜欢，挑看选看，再决定要不要抽就好。最后的鹿野苑屏障，洛洛自己认为就新鲜感来说是个很有趣的角色，又可以打输出，所以或许是一个蛮好玩的快乐风男。如果有和洛洛一样什么角色都有的话，也可以考虑抽屏障来玩玩看。距离上次金苹果群岛出场时，也是在去年的 1.6 版本，是一个限时开放的新地图，而没有玩过的玩家这次也可以玩到复刻的金苹果群岛了。虽然相比之前的地图又多了一个新的宫殿，许多景物也都有所改变，而我们将要和万叶、星焰、莫娜一起陪菲希尔玩扮家家酒游戏，以及搭乘浪船在海上冒险得加vu。想必过程中应该会发生许多有趣好笑的事情。在 2.8 版本活动中，第一个活动幽象谜域，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类似地牢式的特殊秘境，需要通过秘境里面的吉他机关来完成挑战。带领我们导览的角色为星焰，透过和机关互动后可以获得 buff， 或是让花朵发射音波震碎敌人护盾。第二个艺术穿浪为海岛活动一定要有的浪船竞速，先前海岛活动有参加过的玩家应该都玩过，只是这次内容再稍微多了一些不同的小元素。第三个追想练行则是要求一定要多人联机来完成的活动，要找到你的好朋友一起挑战3种类型的玩法，总共有垂降、急袭、护航3种。在闯关地图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形和机关，海上和空中的皆有，中间也可以透过风场来升空，根据指引一同随着路线前进，并且一起打破屏障、搜集金币、击败敌人等等，算是一个全新的活动关卡，而且还要联机进行，应该会出现不少欢喜冤家。想要新衣装就开始准备找好，到时候一起通关的朋友吧。第四个换身流行是和去年海岛活动一样，要搜集地图上散落的海螺，海螺中也可以听到一些收有讯息的声音，或是看到影像，可以了解到更多彩蛋故事。残像暗战类似之前幻影心流的挑战模式，考验角色练度的活动，可以直接选择最高难度通关领奖励。这个活动同时也和迪卢克新衣装的背景故事有关，到时候就能了解晨曦酒庄发生了什么样的危机喽。恒动蟹化是来自枫丹的机关，关于枫丹的东西总是需要动点头脑。我们可以在画面上放置适合的齿轮，只要装上对的齿轮，使其成功转动就算完成，应该也算是一个简单的解谜小游戏吧。完成活动还可以获得一个新的成歌湖摆设哦。这次 2.8 版本也会同步时装万叶的个人传说任务，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在万叶的面前有一把诡异且带有邪气的刀，这里面的故事也会和万叶的断刀世家异星传有所相关。万叶在断刀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旁边有黑化的紫气，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呢？与新角色屏障登场的同时，对应的邀约任务也一起时装，可以和屏障一起当侦探去抓犯人，一起侦破案件，找出真相。这次老爷竟然有新衣装啦，搭配蓝墨整个超帅超燃，都快认不出原本的样子了。这款名为殷红中叶的新衣装是游戏中第一款有新特效和待机动作的服装，而且神之眼似乎也被藏到了衣服底下。虽然有了新衣装，但老爷的厌世脸还是一样。新衣装到时候可以在商城直接购买，因为有新特效和新待机动作的关系，
而在版本活动期间可以购入的特价为1980创世结晶，喜欢老爷的不要错过。而也推荐平民玩家一个收藏的方式，假如你平常都有在定期买月卡的话，可以直接一次买6个月的空月祝福，每个空月祝福都会附带300的创世结晶，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拥有1800的创世结晶，剩下的零头可以再补一些创世结晶。而月卡又是原神里面 CP 值最高的东西，护玩长期的话基本上也都会买好买满的，而且出5星新衣装的频率也不算快。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买的话，后面也会恢复原价2480创世结晶进到商城，哪天如果想再买，还是可以到商城购买。另外还有一件超香的免费新衣装，就是皇女菲希尔的极夜真梦，只要完成远海狮下游记的版本活动，就可以直接获得。若是错过活动时间，后面也会像之前海岛活动的芭芭拉免费新衣装一样，可以在商城用1680创世结晶购买。但如果没有参加到活动，后面还要花钱买的话，真的是很亏啊！大家一定要趁活动期间把这件衣服干回家，也可以趁活动新地图开放的时候，多用穿着新衣装的菲希尔多拍几张美照收藏哦。新的 OST《珍珠之歌2》也出来呢，觉得听起来跟游戏内的 BGM 有点不太一样，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准备收购咯。在前瞻直播的最后，突然画面黑了，此时出现了一个神秘萝莉的声音，起初大家都在猜是不是可莉在说话，因为毕竟直播到结束，可莉跟萧公都没有出过声。不过越听说话内容跟语气，其实是须弥的草神啊。虽然中配的部分，可莉和须弥草神的声优都是同一个，不过大致上还是可以辨认出是不同人。而后随之出现的就是须弥地图场景的 PV， 还有超有异国风的音乐，也直接宣布了须弥即将到来的重大消息。以上就是 2.8 前瞻直播懒人包的重点整理和补充。其实直播中还有提到一个必胜客和原神的异业联动，不过和国际服的玩家比较没有什么关系，而且画面中感觉也没有看到虚拟宝物的奖励，主要是套餐的部分，所以如果不是在当地的话也吃不到，因此洛洛就不放进来了。后续新角色的实测和复刻角色的 Q&A， 洛洛也会在日期将近时制作相关的影片，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帮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给新奶茶。最后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生小本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